这个是我们就是从山上选来，我们赤水当地1年的这个雌竹，在我们当地也叫赤颠雌。这是竹节比较短的，最长的一节不过节有1.4米几一节，这个是就是刚好1年的这个雌竹。这个刮青然后没有刮掉的这部分，就是在选竹的时候，我们就要选，就是表面要光滑的。这个表面就有一点凹凸，然后我刮的时候刀就刮不到。下一道工序就是这个削口，要把这个口子削平，然后方便我们下一道工序能够看到这个竹子的这个厚薄度，然后好和那个面。削的时候要就是外往里削，然后不然的话，如果从里面往外面削的话，会有毛刺，把这个竹子表皮的这个纤维会破坏掉。现在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第一片的话，然后分的第一个口要值得把它分到底。然后第二个口大概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来分这个块。然后我们一般是在1公分半，就是1.5厘米这样子是最合适的。这样对破竹，然后分块。分的时候尽量就这样，下面有靠的一下，用这个原力就下去，不然的话它分来就是会有很多像这种，如果它用能力不均匀的话，就会出现这种。这个是分层，就是起第2层，然后分层。刚才上一道分第1层的那个方法一样。这里我们分了，因为我们一般用的是表面的这4层，这个竹纤维的话，比较细腻，然后有光泽。这是分的第1层，这是第2层，第3层。第4层，这个是4层分2层。这个就是我们做那个竹丝扣瓷的一个竹丝的一个做的一个方法嘛，其中的几道工序，分层分丝，然后这个应该是要用我们当地就是2到3年的这个瓷竹，现在我们是用的1年的新展示这个工艺嘛，最好是用2到3年的，它的这个硬度然后这些会更好。就是我们这个做平面的这个竹编画的这个材料和这个做立体的这个竹丝的这个要求，那是不一样的。这个厚薄还有这个竹子的粘性这个的话是用我们当地1年的这个瓷竹，我们当地也叫赤颠瓷嘛，来做的。然后这个的话要用我们赤水当地2到3年的，比如说像晒在那个太阳。底下能够晒得着的地方，就是比较阳山嘛，就是我们当地所说的阳山面的，然后就要用2年的。如果是阴山面的话，就要用3年，它才能够
达到这个竹子的这个硬度嘛。还有就是我们做不同的产品，然后选的这个竹子所做的这个材料也不同。你看，像这个就要有比平面的要厚一些，然后这个就可以用于就是我们比如说像编小动物啊，然后编一些体验类的材料。所以根据做不同的产品，然后所选的材料啊，还有品种，它也不同。